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小梅。大家好，我是尾毛。今天呢，我们来跟大家汇报一下大舅哥的进展吧，来聊一聊关于大舅哥的话题吧。也不算是水视频了，说水呢有点水，只是呢也不是负能量视频啊。那首先，今天大舅哥联系我了，他用他朋友的微信跟我联系了，打电话过来跟我说，叫我回去拿我们给他的那些设备来城里吧。他是这样说的，我懵了，他怎么就打电话去拿设备了呢？后面他说他手机搞丢了，掉了。他说什么时候掉我没问他，但是呢，前天吧，我看一下是哪天，他的朋友说有联系他的，我看一下是星期五，现在是星期天。星期五那天，他的朋友说，昨天晚上他还联系我的，也就是星期四的那天还联系他朋友的，星期四那天还联系他的朋友，但是呢，我星期三联系大舅哥，他都没回复我了，他都不回复我了，意思就是说，我联系大舅哥，大舅哥不回复我，然后呢，后一天。大舅哥还跟他的朋友有互动有联系，大概就是这个情况。他叫我去拿，就是我们给他一些三脚架，对，让他好拍摄嘛。对，然后那个手机，他说手机掉了的那个手机呢，是我们给他的，是为了让他拍视频用的，是苹果11。就是这样子的。然后呢，我们也都在用苹果11拍，然后呢，我现在用这个拍这个的话更顺手一点。他以前用的是什么牌子的手机啊？反正就是拍下来的画质不是很好。安卓系统的，然后摄像头不好。然后呢，我们就拿我们的苹果给他。对。然后他就搞丢了，他说搞丢了，那我跟他说，前段时间不是才刚这个 YouTube 的这个收益才刚到账吗？到账的是23号左右，然后现在呢7号了6号，今天是6号，现在是6号，那他说。钱用完了，现在只有800块钱了。他的收益是有4000几百多的人民币呀，他用的只有800块了，相当于呢11天、12天的时间，他就用了4000块钱，一天呢就是400块左右。他有跟我说，就是拿2000还朋友了，他这样子跟我说的。拿2000还朋友？还别人都还2000多了，那也相当于花了2000了。还有他放我妈卡里面600，2600。2600。2600了。4000多少啊？4700。等于他用了2000吗？2100。再减800，因为他现在还有800呢。减800。不好意思。减你减800。1300。10天的时间用1300了，相当于。他说他去医院了，去市医院了，不知道花了多少。他如果是真的还给朋友的话，那也不是花的很多。这样子算下来的话，10天的时间用1300
1300，他还去医院了。他不知道他去医院花了多少了。像我去医院的话，也就花个30多块钱，输液。他报销嘛，有那个医疗。对他应该也有医疗吧？有。对呀、所以说他去医院也花了而且多少？我输液了，而且还买药了。买药的话加起来可能50、60块钱这样子吧。但是10天的时间，如果不是医药费用那么多，那他用在其他地方也真的是用的太多了。前天我们本来是找他要拿银行卡嘛，然后呢联系不上，我们联系他的朋友，我是联系他的朋友，再朋友才联系到他的，所以呢，那时候他说，我又说什么？他是不是没跟你说手机坏了？啊，那时候没说。我又说什么来着？我们联系他，他在酒店。对，那时候他说他在酒店跟他朋友，不知道干什么。那现在呢，就是他说他身上有800块钱，然后呢让我们拿设备回来。我们说就是让他先来我们这里好好聊一聊嘛。对，我是打算着让他来这里好好聊一聊。他现在应该要做的不是叫我们去拿设备回来，拿三脚架什么的拿回来，而是想办法买一部手机，解决一下当下我们要拍视频的困难，拍影片的困难，对吧？而他没有这样想啊，他只是说赶紧来拿设备回去，也没有说我要买手机什么的，所以呢，我们就想着赶紧的来城里面来找我们聊一聊啊。如果他还想拍影片的话，就是他钱不够买手机的话，我们可以补贴，我们对补钱给他买，我们是这样想的。我们是真的希望他好，真的希望他能通过拍影片能够获得收益，然后呢能够改变他的一些生活。这样。然后呢，他想到喝完，又还浪费，然后他说不喝完会感觉浪费，然后他一直倒，他一直喝，他一直倒，他一直喝，他一直倒，一直喝，倒。可以了，把那个先关了，爸爸要说什么都忘记，你先把它关了，重不学的话就关了。爸爸妈妈在想事情。你要学你就学，你不学你就关了啊。来，现在说到哪里啊？说到就是要补贴他嘛。对呀。如果他要继续拍影片的话。对，我们用的手机也是2手的，所以呢，如果他要继续拍的话，就跟他一起去买一部2手的手机，然后呢，他身上说有800，那我叫他现在尽量呢，先别花这个钱，保留这个钱来城里，我就这样子跟他说，如果他保留这个钱来城里，那我们就跟他商量，去买，这样子。你刚刚说的是希望他能做影片，对，能够有改变他。对，能够改变他。其实呢，拍影片我觉得是最轻松的职业，最好做的职业了。你先说一下他去上班1个月多少，然后现在拍影片收入是多少这样子。他去上班，去烧烤店烤鱼，2000块钱1个月。那他上个月的收益不是上个月，是10月份的收益有4700，他去上班的2倍呀。在我们这个县城的话，你想找这个工资非常困难了的，直接是找不到。对，就算找到，老板也是除非你发不了工资的因为在我们这种小县城，很多什么小企业、小机构、小单位什么那种个人办的公司很难
有高工资请人，是吧？我们这边的工资一般都是2000、2、3千人民币。 2、3千他说的高的只稍是，微有一点技术一点的，可能可以达到3、4千。当什么师傅啊，什么这种技术级别一点的，管理级别的，可以有3、4千。但是很少，你找到，你要有技术了，你也很难找到这种工作。而且他做的这个烧烤啊，是下午4点做到凌晨的4点，对呀、一个月2000。 2000。你看他来做影片的话，就是很轻松。就可以获得这个工作的2倍。当然了，这个再说一次啊，不是躺平思想，我们不提倡躺平啊，只要收益高都可以做，只要收益高的职业、工资高的职业都可以做。只要能够让自己解决自己的温饱都可以做，千万不要躺平啊！这里也跟大家说一下啊，要不然大家以为我们又躺平对，我了。们从来不是躺平，对。当然了，为什么说最轻松的职业呢？因为你只需要拿出你的真诚，拿出你的态度，拿出你的真实出来分享给大家，让大家感觉你的生活是有趣的，是有能量的，这大家就会喜欢你，喜欢看你，是吧？然后就会有一些就是广告收益。当初我是跟舅哥有说过，只要你勤快一点，大家都会喜欢你的。但是呢，他拍影片的时候呢，可能就勤快2下，拍完了就这不说了。行，这不说了。那就不说了。然后呢，我说平时也可以拍，你不干活也可以拍。但是他话也不回什么的，他也不管这个话，他不管我说的这个话，他平时生活他都不分享出来。我们都很想知道他平时什么样子的，他没想到他居然只拍他干活的。然后做其他事情的时候就没有拍。对呀，做其他事情就没有拍干砌墙啊，搞围栏啊那里。我有跟他说，就是你做饭都可以拍那种。对呀。做饭吃饭都可以拍的。说实话，我觉得大舅哥做影片比我们更有优势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的环境是在农村的那个状态，他的那个状态，他的那个环境，他可以去改变，他可以改变自己家的周围、家里面的那些，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内容。他比我们丰富。对，他的内容真的可以比我们丰富，但是呢，他日常都不拍。对。还有就是上班的问题哈。他去烧烤店上班，1个月才2000块钱，然后他来做这个影片，拍影片嘛，然后1个月4000，你看4000，他要去烧烤店上2个月。当然，4700的这个收益1个月啊，去外面浙江、广东什么的也是确实可以有，但是呢是很辛苦，一天8点开始上班，上到晚上6点7点钟。我觉得大舅哥吃不了那个苦。我也觉得他吃不了那个苦，我都叫他。上万的都有工资，3万人民币也都有，但是那是非常苦的，人家干那些电镀啊，而且还有毒啊，那些1个月1万多。确实有1万多。大舅哥做得了吗？我一眼就看得出他做不了。我也感觉他做不了。你看拍影片这么简单的事情，他都没有坚持。所以呢，我们就真心的想带他拍影片。希望他能改变现在的生活，然后承担起家庭的责任吧。对呀，他现在是儿子，应该承担起当儿子的责任，也是父亲，应该也当起父亲的责任，对吧？他小孩，你看，我都不想说关于他太多了。就是他拍影片，他能改变的。如果你这个苦都吃不了的话，你去上班的话更吃不了。其实拍影片真的不算什么苦，只要你是一个有能量的人，正能量的人，是吧？你真实的分享出来，
就这么简单，我觉得，啊，这么简单都不做啊？对呀，所以呢，你看我又想说到李俊了。哎呀，我们说的太多了，我们在努力的去学，我们努力的去做。我们现在直接说就是，他来了，我们要怎么帮他，然后是，最后一次帮他什么之类的话，我们不要说太远。也不说最后一次帮他了，反正呢就是想看他的态度。如果他想认真搞视频，想认真搞影片，那我们就带他去买手机，他身上有多少拿多少来，然后呢我们补贴够那个手机钱，这样子。我觉得他身上不要留钱了，留钱的话用的太快了。真的用的太快了，几天时间花1000多块钱人民币。他怎么用的你也不知道，但是呢，有个小道消息我也不想说，就是我们回去那个姚奶呀，唐奶奶呀，就说她经常喝醉酒，在家这里晕晕虚虚的那种，她经常这样子说的那个唐奶奶。其实我也不想说出来这个。不要说了，我们就说关于帮助他的就行了。对，希望大家尽量不要攻击他太多了嘛，就多多再给他鼓励。对，我们也想让他继续做影片吧，继续好好的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，担起这个家的责任。这样子呢，我妈也能轻松点，主要是为了我妈能轻松点。让他帮我妈分担一点嘛。对呀，你看他小孩在外面上学，是吧？都是老妈出学费。然后呢，嫂子，我们家在浙江租了2个房间吧，算是。嫂子自己租一间，然后妈妈自己租一间。然后呢，嫂子都没有上班，租房子的钱也跟妈妈要，妈妈没有，妈妈又来跟我们要，这样子的。所以呢，我感觉如果我哥拍影片有收益的话，就是拿给他们，这样子呢，我妈就能轻松一点。我也是觉得，真的丈母娘真的太不容易了。所以呢，我真的就想让他们能好转一点就好转一点了。就是尽量的去帮助我家嘛。对呀，丈母娘真的很不容易，从小就一个人把小梅还有大舅哥带大。然后呢，现在又去带我哥的小孩。就希望我哥好嘛。再说一下，就是大舅哥来，如果他决定还是要拍影片的话，我们去买手机的话，我们不给现金，我们跟着去，然后呢，直接拿钱交给老板拿手机，我们不拿现金给大舅哥，因为我们不想从金钱方面、从现金方面去帮助他了，因为给了又花去哪里不知道，老是这样。我感觉就是最好是一起去。对，如果我们就一起去嘛。你拿钱给他，然后他又拿去做别的事情了，对，那手机也没买到最后。所以就一起去嘛。所以呢，就是大舅哥刚开始学影片，学拍影片，然后要回去，我们买物资啊什么的可以提供给他，没有给钱，所以很多人就说。就是我们太抠了，太小气了。说我们没给钱，舍不得给钱，其实不是的，我们太了解大舅哥了，真的，我们比任何人都了解他。因为呢，小梅跟他一起长大的，我呢也是跟他同一个年纪的。我去上学的时候，大舅哥就小我2届还是1届来的。真的，我们上学都是一路的，天天都见到，而且我经常小时候也跟他玩的挺好的，就是喜欢打乒乓球啊，喜欢在学校一起玩啊，什么也有跟他玩了。但是呢，我越长大，就是人越烂了，我就会接触的越来越少。所以呢，后面才没有那么多的接触他。我想说一个问题我哥一个人的时候还是好好的，真的。然后呢，他去找那些朋友又那样了。哇，一个人是可以是吧？一个人，但是真的在做事情，然后一跟那些朋友嘛，然后又变成原来的样子了，喝酒啊，去玩啊，打台球啊这种。他跟村里很多那种不务正业的人玩的都很好，就是没有老婆的那种。
不务正业的那些人，他都玩得很好。我觉得就是他跟那些人才会这样子。他来跟我们刚学拍影片的那段时间哈，就挺好的。你看，不跟我们在一起了，然后又去找那些人了，然后又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了。我觉得他真的是需要人监督他。跟我们在一起呢，是没有太多多巴胺的这种精神上面提供，他的那些无所事事的那些朋友，可能多巴胺提供的会更多一点。所以呢，跟我们可能情绪上面没有那么好，没有那么多，没有那么的乐趣。我们不喝酒啊，哪来的乐趣啊？他们是喝酒才有乐趣，我们不爱喝酒，所以呢就是我们呢平时搞什么小娱乐都是很有度，所以呢就是没有。大舅哥觉得不好玩吧？对，就没有那么多的多巴胺精神了。反正简单来说就是这样子。说白了就是他喜欢跟玩的人玩。然后不喜欢跟我们这种老是要想着要干活正儿八经的这种不好玩，无聊。对。很多人就会这样，所以呢就叫他来城里，赶紧来啊！身上的钱呢，现在一定要保留，不要花。我是这样子跟他说，今天他打电话跟我说，我就这样子说，然后叫他来城里跟我们聊。但是要聊什么我没有跟他说的，我没有跟他说要去买手机，不贴他什么之类的话。我要他到城里了再说，看他的态度，看他要怎么个想法，是吧？如果他执意说要让我们去拿酒驾不干了，那我们也没办法。其实那酒驾不是什么钱不钱的，是不是啊？我们拿不拿都无所谓，只要你认真搞。什么我们给你的手机那些，你还不还给我们无所谓。手机都给了，你还要那些酒驾吗？跟那些手机你不还给我们都行，我们是那样想。所以呢，就是任何物资我们都可以再给他提供。我就希望他改变，然后能帮我妈妈分担。然后金钱上面呢，没办法提供了，物资可以提供。金钱上面提供的太多了。如果他敢开口，亲口跟我们说还要一辆摩托车，那我们直接拿我们现在的那个去修给他。我们去修，然后拿给他，然后再给他搞那个手机。对，如果他说那个摩托车太旧了，我们可以再找一个二手。天哪！真的。这个呢，我没有跟小梅商量过，我就直接就说了，如果他觉得我们骑的那个冒烟的那个摩托车太旧，我们就再给他买一个二手，带他去。但是我希望他不要喝酒了，然后骑摩托车摔了。对，他现在是小车驾驶证被吊销，但是呢，骑摩托车的话，在农村的话，哎呀，我不说那些。那些不要说。不说。那他真的需求。可以给他弄一辆，就希望他好好做，做什么都要好好做，认真对待，这样子的。对，不要喝酒骑摩托车摔，然后开小车被抓啊！前段时间他就喝酒摔过，没有做影片的时候。摔眼睛都有受伤的。那个不是喝酒吗？就是喝酒啊，喝酒走路，然后摔了。然后眼睛受伤，有人角膜那里还受伤，去医院。那个时候他还没有来和我们学习拍影片，也没有去烤鱼店那里上班。就希望他，哎呀，我觉得那个时候他是低谷期吧。对。孩子、老婆都出去了，他一个人在家，然后班也不上，然后还去跟那些朋友喝酒。所以呢，说弄个摩托车给他，我都怕他会喝酒摔了。但是呢，如果他还是真心的还想拍摄影片，我们就提供。要摩托车我们去弄个二手的给他，因为我们骑的也是二手的，大家不要喷我们说舍不得买新的。我们自己都在用二手的。对，所以呢就是这样。说实话，我都没有尾毛想的周到。我对我哥真的是太失望了。我从18年吧就开始偶尔给他一些钱啊这种。然后呢，现在又帮他搞这个，然后呢，他又这样子，手机丢了，然后让我们拿设备回来，我真的是对他太失望了，我都不想联系了。然后他今天突然联系尾毛，然后跟他说这些，
然后他还想着帮他，我都不想帮了，说实话，我太失望了。对，今天大舅哥打电话给我完了之后呢，我跟小梅说，刚才大舅哥打电话给我他都我说他手机搞丢了，你什么反应的啊？我说手机不离手怎么会丢呢？对呀、我们的分析就是说我哥可能跟朋友喝醉酒了，然后就丢了。可能真实原因就是这样，我也不是说诋毁他，可能真的就这样。对，来城里喝酒吃烧烤住酒店，花点钱，可能就那样，跟那些无所事事的朋友。就是他影片收益刚到账了，然后他说要感谢我们，然后请我们出去吃顿饭。我怎么跟他说的？我说你赚钱不容易，然后呢自己省着点，不用请我们吃饭，然后拿钱给他小孩，这样子，我是这样子跟他说的吧。反正就是要省着点。对，就是要省着点，不要请我们吃饭，就这样。可是我们有那个心就行了。对，但我们现在感觉，他拿去请他的朋友吃烧烤、喝啤酒，然后搞晕、搞醉了，然后手机丢了，然后住酒店。所以呢，前2天打电话说在酒店，可能就这样。如果你真想感谢我们你来家里面一起吃也行啊，对，是吧？来这里也行啊。我说但这里都，我觉得他好几次来城里都不来这里。对，然后也不联系我们。对，我们房间也多，就希望他来这里，每次来城里不要去睡酒店那些花钱的，浪费钱。对，他来住这里都行啊。都说了我们没有多巴胺那个什么，没有多巴胺精神，我们就这样。所以呢，他就没有来这里。哎呀，我们生活比较平淡，他不喜欢这样子的生活。我为什么就是很想帮他？看我妈，真的很辛苦。对，我妈真的很辛苦。而且我觉得，我7岁的时候，我爸爸就去世了，然后我妈也没有改嫁，一直在赚钱把我们养大。然后呢，我哥还一点都不懂事，我希望他懂事一点，帮妈妈分担一点嘛。我妈真的是太辛苦了，你看她那个人呢，很憔悴，然后身体也不是很好。她以前做的那个工作就是，15天白班，15天夜班，你看伤不伤身体？对，上夜班是很伤身体的。是啊。我是觉得丈母娘就是真的是很伟大，真的，从小拉扯他们2个长大。要是换做别人了，早就跑了，早就改嫁了。对。嫁去跟别人了。我见过很多人就是丈夫不在，然后就走了，找别人了。然后对，小孩也不管了，因为很多人觉得小孩7、8岁了之后就会自己煮饭吃，自己想办法养活自己，很多人都这样。所以呢，很多人跟爷爷奶奶长大，对，所以很伟大了，我觉得。我爸爸走的时候，我家还没有盖房子，他又把我们养大，然后又盖房子。对，以前是瓦房，木质结构，然后瓦房，所以呢。希望大家哥懂事一点。丈母娘真的很伟大，在我印象中真的很伟大。在我感觉就这种家庭，孩子很懂事，但是呢，大舅哥就是这个样子。溺宠吧，我觉得我妈也有一点问题。停坑停了10多天了，半个月了，我觉得我都不知道怎么说了，生病我都想拍，但是大家叫你休息。对呀，好好休息。就是生病拍影片也不消耗任何的能量。你去改造房子不消耗吗？改造房子是消耗，但是去医院治疗拍这种日常不消耗能量啊。是不是？去改造房子去干活才需要能量，才需要我们劳动啊。这种难道你半个月都还没好吗？原来那时候2、3天就好了。我稍微也是2、3天就好了。他还去市医院治疗。就是县医院都可以治疗，你看就算市里面好远的，又浪费钱了吧？我是觉得，就算你发烧感冒没好，但是呢，
你的能量应该回来了。发烧的时候没能量、没力气，人全身软没有力气。但是呢，只要发烧降了、退了，你有一点点咳嗽啊，有一点点鼻子有一点堵塞，但是这时候能量都回来了，像我一样，我就很想去干事情。就让他拍日常，不是让他去干活。对，这都是日常的就可以更新了，只要有一点点能量，我觉得都可以更新汇报大家自己的情况，给大家也是对大家的一种交代，是吧？看微猫的家庭哈，也不是很好，但是他很懂事啊。你看我家的条件比大家差太多了，我哥还是不懂事。有些人呢，就是爸妈也努力，然后小孩自己也努力。说多了变成卖惨就不行了，真实说了啊！希望大家不要攻击大舅哥，多多鼓励他，再鼓励他一下。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城里我们再聊，就这样子。我们这期好像没什么要聊的吧？就是要资助他买手机，如果他还想拍影片的话，我们很支持他。如果他要去外面打工或者要干别的，都可以在物质上面提供给他。我觉得资金方面就算了，不提了啊。我们不是抠，希望大家有什么好建议都可以说。谢谢大家的观看。这个影片主要的问题就是说，如果他继续拍影片的话，我们就资助他手机，他手机丢了嘛。然后呢，他想要代步工具的话，他不喜欢我们现在就是冒烟的那个机车嘛，我们再重新带他买一个二手机车嘛。对，好了，本期影片有点太长了，可能。如果你能看到这里，真的非常的感恩你，谢谢你的观看了，拜拜。